这是一块能改变大气的外星残片，因为它的出现，大气由氧气慢慢变成了氯气。最先发现这个变化的是小胖，他发现密封炉内的火突然熄灭，紧接着他开始剧烈咳嗽了起来，逐渐感觉呼吸不顺。他走到窗边想透口气，却发现外面竟在下一种灰色的怪雨，而居民们仿佛都很害怕。不信邪的小胖好奇地走到屋外，他发现雨水中好像含有其他物质。继续往前走，他惊讶地发现，本来绿油油的植物现在已经全部枯死，而衰败的玉米杆上竟长出了自己从没看过的花。更诡异的是，小胖穿过玉米地后才发现，怪雨只在小镇范围下，外界依然阳光明媚。可他还没来得及弄清原因，下一秒他就面露惊恐，像是被人卡住了脖子。几番挣扎后，小胖直接西北，而大雨仿佛有腐蚀性，小胖的皮肤开始快速腐烂。联邦探员得知消息，快速前往，远远他就看见了被乌云笼罩下的小镇。来到现场，工作人员介绍说，小镇里面的通讯设备已经全部失效，而死者们死因初步判断是缺氧，也就是说小镇大气遭遇了改变。但诡异的是，似乎这种变化只出现在小镇里，并未影响外界。黑妹和白哥穿上防护服，小心翼翼地进入怪雨中。经过探测，他们发现这里环境已经不适合人类生存，甚至连光线也发生了变异。同时，两人也发现了大量的变异花朵，决定带回去研究。继续前进，两人进入了小镇的温室大棚内，他们发现这里的植物没有枯死，紧接着他们还发现了躲在这里的幸存者。幸存者们见两人来都很激动，想要跟着两人出去，但白哥制止了，他要众人暂时待在这里，因为他们现在还没搞清状况。两人决定分开行动，白哥继续探查，而黑妹则将变异植物带回去分析。很快研究结果出来了，变异花朵是外星植物，它们光合作用产生的是氯气，看来肯定是小镇里存在的外星残骸造成的。果然，经过搜寻，白哥在小镇云层的最下方发现了一块外星飞船的残骸，残骸还在运作，它就是小镇大气环境改变的罪魁祸首。现在只要把它降频处理，小镇就能恢复正常的环境。但科研人员却说事情没这么简单，因为幸存者们已经发生了变异，他们的红细胞只能携带氯气，而不是氧气。换句话说，他们已经不再适合地球的环境，一吸入氧气就会死。而这时，白哥也收到了个坏消息，小镇上方的云层开始向周边扩散，他们必须立刻将残骸降频。白哥决定放弃小镇内的小部分人，但黑妹却觉得这么做太残忍，但现在不立刻处理就会有更多人死亡。危急时刻，黑妹想到之前他们处理过代号489的外星残骸，能使人进入假死状态，她想用这个残骸将小镇居民全部封存，等以后科技水平达到再来解救他们。他的意见很快被批准，489残骸被科研人员送了进去。随着电磁能量的注入，残骸发动了能力，下一秒，所有幸存者们都被一层神秘力量包围，一动不动，像是被按上了暂停键。但生命仪器检测他们依然活着。紧接着，科研人员对小镇残骸进行了降频，小镇危机终于解决。可白哥和黑妹还没休息2天，又一起超自然现象又发生了。